交易的本质是人性的挑战，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；交易之难，难于逆人性。比特黄作为币圈大佬，用他的经历生动诠释了这段话。看看下方的资金图片和收益曲线图，作为一个18年收益清空，用爆仓剩下的200刀起家，20年顶着负债完，最后翻了5000多倍的大佬，今天我来分享下他的交易思维和经历。为了避免解读有误，我使用了大量比特黄原文，相信看完之后你一定会有所感悟。同时欢迎在下方留言，写下自己的交易目标，提前祝你在今年像比特黄一样实现自己的交易目标，走上交易的成功之路。关于比特黄的交易模式如下，分为内功和外功。我们先说说外功。关于比特黄的外功修炼，他的原话是这么描述的：其实我从专注做交易到现在满打满算不到2年时间，之前虽然也在玩，但对技术分析基本上是一张白纸，什么均线、MACD、KDJ 也仅仅是有所耳闻，但完全不懂。中途遇到的每一个坑也基本上都是自己爬出来的。那这近2年时间我都干了什么？其实只是傻傻的做了一件事，就是长时间的盯盘、复盘、总结。一般没什么事，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抱着 K 线在啃，平均每天按8小时算，近2年时间也有5000小时了。就算是一本天书，这么坚持下去也能有所领悟吧。所以我基本上可以这么说，从19年开始到现在的 K 线走势图，基本上随便截取哪一段 30F 以上连续几天的走势图，我都能猜中大概是哪一段时间，当时的市场情况以及前后大概都怎么走。交易没有捷径，哪怕别人手把手指导你，就像上学时老师一字一句的教给你，也需要大量的练习才能慢慢转化成自己的东西。由此可以看出，比特黄主要看 K 线形态，交易中主要以 K 线为基础。类似他喜欢的杰西·利弗莫尔，也是基于 K 线形态和历史 K 线数据，从而根据历史推算未来可能存在的 K 线走势。这种方式虽然需要大量的练习，但是通过大量数据堆积而来的分析，会使交易者有更强的盘感和对当前走势的敏感度。此时比特黄的压力是很大的，当时负债了60万，他的原文中说他认为靠打工已经不可能还清债务了，于是选择做交易，甚至说出了不成功便成仁的话语。虽然最后他用幸存者偏差描述了自己的成功，但从他的经历来看，并不是如此简单。对于自己的交易模式，比特黄是这么描述的：我现在一般做单的状态是这样的，首先观察大势，感觉行情有可能出现一波 30% 以上波动的机会的时候，耐心等待，只要是有可能出现转折的地方都先开进去，如果行情符合预期，就一直拿着，找合适的机会加仓。这里啰嗦一句，如果说找行情的转折点是有运气成分在里面，那么加仓就完全是一个技术活了。何时加仓，加多少，都特别要谨慎，没有把握的地方宁愿不加，因为加错很容易影响心态。如果行情没有按预期走，就止损、对冲或者止盈出局，等待下一次机会。这样做有一个弊端，就是经常有可能盈利5个点甚至10个点的单子拿到成本价出局，有时候忙活1个月不断的在坐过山车止损，但是只要做对一波行情，就会盈利很多很多。小资金想做大，我认为最好的方法也是这样的，拿能亏得起的钱，耐心等待盈亏比最大的机会，最少1:10以上。现在高杠杆的交易所那么多，直接开个40倍、50倍进去，爆仓止损，错了等下一次，做对了就盈利加仓，只要能抓住一波行情，本金最少能翻10几20倍，而不是频繁撸短线，这样只会让你的格局越来越小，眼里只能看到几个点的波动。在这里我总结下比特黄的交易方式：一、比特黄多次强调一定要抓住大趋势，减少在震荡区间的损耗，避免频繁交易。二、对于小资金，比特黄强调快速盈利的方法是高杠杆加抓大趋势，他认为大趋势是可遇不可求的。比特黄自己1万起来的第一波复利，就是当时开了20倍做多 BTC， 用半个月滚仓到了10几万，资金多了之后开始降低杠杆，当比特黄有几十万之后，杠杆最高变成了10倍，200、300万的时候不超过5倍，后来最高3倍左右。三、慢就是快，比特黄重复讲了3次，虽然他当初1万起家，经历过几次低谷，但是他依然不急不躁，
慢慢交易。他认为交易是一场马拉松，不是比谁跑得快，更不是100米冲刺，比拼的不是速度，是耐力，是谁能活到最后。4. 比特黄多次强调，内功是最重要的，肥宅只看形态，托尼老师一根均线走天下，没有内功，外功再好就是花拳绣腿。那么接下来说说比特黄的内功秘籍。比特黄的原话说明了内功的重要性。我在刚开始学交易时，仅仅只是把技术分析的基础知识了解后，就再没有看过相关书籍了，因为看多了反而有可能让自己走火入魔。如果把技术分析比作外功，那么心态就是所谓的内功了。祖师爷的股票大作手回忆录就是上乘的内功秘籍。金老爷子的武侠小说中，往往那些内功深厚之人，仅凭一招半式就能轻松打败那些只会花拳绣腿的渣渣。回到大家所熟悉的领域，肥宅老师只看形态，托尼老师一根均线走天下，就是这样简单的一招半式，他们能在这个24×365交易的市场活这么久，并取得卓越的成绩，哪个不是有良好的心态和强大的自控力？比特黄特别注意修炼内功，这也是他的成功秘籍。比特黄称杰西·利弗莫尔为祖师爷，并经常看他的股票大作手回忆录。他说，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，交易之难，难于逆人性。无论是谁，无论走得多远，最后都会面临一个终极交易难题，那就是如何克服人性的弱点。我们进入市场是要赚大钱，人们抱着这样的想法来到市场。然而当真的想通过交易赚钱，却又必须控制自己的贪嗔痴，这是人性的弱点，它导致人们在市场频繁的做出高买低卖，不止损，频繁做短线，害怕回撤，畏首畏尾，人云亦云，总是幻想一夜暴富，涨多了恐高，跌多了又死扛。而正确的交易方式却是低买高卖，止损认错，抓大趋势，忍受回撤，杀伐果断，独立思考，与时间做朋友。别人贪婪使我恐惧，别人恐惧使我贪婪，顺势而为，耐得住寂寞，守得住繁华。而以上这些都需要大量的练习，都需要交很多学费，而且就算做到了，也不是一下就能彻底克服，随着交易的盈亏还会反复。其实学好交易技术和知识，1-2年可能就够了，但是投机者要培养出一个稳定良好的心态，在修养上达到高瞻远瞩，超凡脱俗，即使花上10年功夫也不算多。交易就是一场修行，一个人交易能否成功，更多的受心态影响。比如易冲动、不理性、胆小懦弱、不善于学习总结、没主见等性格特征的人是不太适合做交易，或者说很难取得好成绩的。相反，那些做交易比较成功的人一定是善于思考、被磨平了棱角的人。所以在内功上，比特黄推荐杰西·利弗莫尔的《股票大作手回忆录》。这本书我看过很多遍，里面主要分享了杰西·利弗莫尔的投资经历和其中有趣的故事。在下方我列出本书的9点核心。1. 市场情绪与趋势是交易的关键。利弗莫尔强调，跟随市场的趋势而不是与其对抗是成功的关键。他提到，无论市场短期波动如何，理解和跟随市场的长期趋势是非常重要的。市场的情绪变化和趋势是交易决策的基石，任何时候都应专注于市场的方向，而不是试图预测每一次的短期反转。趋势是你的朋友，应当顺势而为。情绪决定市场，理解市场的情绪波动能帮助你做出更好的判断。2. 耐心与等待是成功的核心。利弗莫尔提到，耐心是股市中最重要的美德之一。他曾经在多次交易中等待一段时间，直到出现明显的买入或卖出信号，而不是追逐每一个市场波动。很多交易者过于急于操作，但耐心等待能带来更高的回报。等待合适的时机，不应过早进场或匆忙出场。交易并非每天都做，有时保持空仓也是一种选择。3. 止损与资金管理。在股票大作手回忆录中，利弗莫尔强调，及时止损是任何交易成功的基础。他提到，市场反向时，应该立即切割亏损，避免让亏损扩大。止损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层面的操作，更是保持心态稳定和资金安全的关键。止损必须严格执行，亏损在一定范围内时必须止损。资金管理是成功的核心，过度仓位和无止损的交易最终会导致失败。4. 市场信息的判断与独立思考。
利弗莫尔非常注重独立思考，他认为依赖别人和群体意见会导致错误的决策。他提到，投资者应该自己做分析，独立判断市场走势，而不是盲目跟随他人的意见，尤其是市场中充满了情绪化的意见。独立分析市场，不依赖群体的声音或市场预测，做自己的研究，掌握更多关于市场的真相，而非听信别人之言。5. 从失败中学习。利弗莫尔的交易生涯充满了成功与失败，但他从每一次失败中学到了宝贵的教训。特别是在他的早期，他曾多次因过度交易、情绪化决策或不听市场信号而遭遇亏损。这些失败教会了他冷静的心态和自律，从而帮助他走向最终的成功。从失败中汲取教训，不要因为一次失败而气馁，避免重复犯错，学会总结经验并改正错误。6. 操作要有纪律，避免过度交易。利弗莫尔强调避免频繁交易，特别是在没有明确信号的时候。过度交易往往会导致冲动决策和不理智的行为，进而导致亏损。他提到，最成功的交易者是那些能控制自己欲望、保持冷静和纪律的投资者。交易要有纪律，避免频繁进出市场。过度交易会导致亏损，要学会控制交易频率。7. 市场的短期波动不可预测。利弗莫尔反对通过技术分析或基本面分析来预测市场的短期走势。他认为，短期市场波动是无法预测的，而长期趋势才是值得投资者关注的焦点。交易者应该专注于市场的大方向，而不是盯着每个小波动。短期市场波动无法预测，应专注于长期趋势，不要试图捕捉每个波动，只要捕捉大趋势即可。8. 思维方式，从投资到投机。在股票大作手回忆录中，利弗莫尔提到，投资和投机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。投资者通常依赖于基本面分析，关注长期回报，而投机者则更多依赖市场的短期波动和价格变化。利弗莫尔自己更偏向投机，他认为在适当的时候，短期的价格波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。投资侧重于长期回报，而投机侧重于短期波动。投机需要更多的市场敏感度和对短期市场动向的判断。9. 保持灵活性与适应性。利弗莫尔强调，市场是动态变化的，投资者要保持灵活性，适应市场的不同阶段。他提到，成功的交易者应该具备适应性，能根据市场的变化调整自己的策略，而不是固守不变的思维。市场是动态变化的，保持灵活应变，适应市场的变化，而不是坚持原有的交易方式。比特黄称呼杰西·利弗莫尔为祖师爷，可见他的喜欢和认可。除此之外，比特黄还在大幅回撤中经常提及缠论的一段话：我去年销声匿迹了大半年，一直在反复复盘总结大幅回撤的原因，其中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喜欢跟大部分人一样外行情。就像年初的那波走势，如果不是坚信图表，我也不会在9000家因技术面出现转折的信号而全仓位做空。要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而不要相信自己的脑筋。被脑筋所动的眼睛充满了成见，而所有的成见都对应着把你引向那最终陷阱的诱饵。我觉得这是做交易需要学习的非常重要的一课。我自己在交易过程中遇到一个比较大的坑，就是总喜欢主观的预测行情走势，明知道是不对的，但就是改不掉。因为有时候预测对了利润会非常丰厚，缺点是预测错了利润回撤比较严重，而且还很贪。喜欢鱼头吃到鱼尾，骨头都不想落下，人性太难克服了。以上就是比特黄的交易思维和心法，分享给大家，相信看完之后你一定会有所感悟。同时欢迎在下方留言，写下自己的交易目标，提前祝你在今年像比特黄一样实现自己的交易目标，走上交易的成功之路。